团里的命令是要求我们封锁公路，并不包括已经抵达渡口的敌军。 We were building the traffic post! Move the track! It's blocking the way! Leave the road clear! 100 feet long! 如果不打到渡口的敌人，一旦公路被炸断的话，这儿的敌人就会回援，阻击部队就会受到两面夹击。 Keep moving! Don't touch those barricades! 不管你有多少办法，都得先解决掉坦克。我们手里的家伙，对那玩意来说都是挠痒痒。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2的3倍，有坦克，有装甲车，而我们的手里连一件像样的反坦克武器都没有。其实也不能这么说。什么不能这么说？你还能再变出一个火箭筒来？其实，咱们还有一件反坦克武器呢。什么？知道吗？对坦克威胁最大的反坦克武器，就是另外一辆坦克。废话，咱们现在要是有辆坦克，你想怎么打怎么打。问题是咱们现在有吗？没有。我真想揍你！哎，你别忘了，咱们这儿还有个会开坦克的人。你他娘就是个疯子！坦克，1分40秒，一个来回。数多少？我数多少？装甲车快一点，1分010秒。中间有一个时间段，2车相背而行，在这个时间段内，坦克的后面是个盲区。排长，啥叫盲区啊？就是车里面的人看不到车外的人。最多你有45秒的时间，最少你只有20秒。40秒。你不是神仙，不试试，是主播。有赌拿命赌，赌输你的病就没了，到时候2排怎么办？说对，所以现在2排由你指挥。我怎么了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冒进了？怎么了？不喜欢？这也太不像你了。这就是我。Keep slurred! Look around! 我跟你说，我只要一过去，立刻干掉这个当官的。赵哥，赵哥，他这是去送死！送死！妹妹儿，他命是我的。你们都疯了吗？哎！
拴哪儿？自己找。装弹！装弹！开炮！开炮！开炮！拉炮栓！拉炮栓！炮栓在哪儿？炮栓不就在你脸上？拉炮栓！你打偏了！会了，我会了，把它顶好！会了。等我指令，我来表，你来开火，听我指挥。装弹完毕，开炮！打压，没住！小段，装弹完毕，开火！没住！你把炮口给我往上调一下。在哪儿？装弹的口，右边那个红色转轮。现在是上还是下？上！第一圈，再来一圈。第二圈，开火！中了吧？中了！继续装填。没弹了， 43遍，找一下，肯定有炮弹。找到了，找到的那是钱啊！炮口往上转2圈，开炮！中了！好，再来一发！开炮！Retreat! Retreat! Retreat!
这么清楚呢？赵贺，这东西怎么弄啊？你告诉我。辽阔征程，红旗招展迎风，青春似火，热血歌声，纵横沙场的旋律，那是凯旋的冲锋。为信念而披挂的他，拯救大道，为和平而战，希望无限，众星之大化。严斌，小心坦克！把两颗上来！班长，掩护班长！好。别追了！哎，别追了，小心！你饿了吧？你饿了吗？来，吃点东西吧。没事，慢点，别着急，慢慢吃啊。巴里瓦，隐蔽，快动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！隐蔽，隐蔽！巴里！快下车！
120。120班负责公路，是。其余的人警戒侧翼。空袭！部队是个炉子，你这浑身上下100多斤，甭管什么废铜烂铁，扔进去滚一圈再出来，那就得是块钢。
在挡着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不知道谁打谁，现在连个动静都没了。应该是打完了，也不知道谁赢了，地形不明，看不见，听不着。我要是敌人的话，就躲在林子后头，把公路封锁得死死，谁过去谁死。迎风山这个位置卡得太要命了，硬冲太危险，我建议绕过去。咱们已经绕了一宿的路了，再绕的话，恐怕会被堵在口袋里。50米原地迎接，其他所有人等候命令。高进、李长河，跟我走。是。班长，这敌人咋绕到咱们后头来了？咋回事啊？小心没大错，一会儿万一打起来，跟紧了我。看这阵仗，这次敌人怕是不好砍。3排打佯攻，走正面，沿着路切过去。我带1排的2个班。我们从东面那条水沟底部摸过去，然后绕到树丛后面，重机枪留下支援3排，把全连的波波沙调给我，让2排守住路口，做全连的预备队。机炮排负责指挥所有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对3排进行火力支援。重机枪可以先打一练，进行一次火力侦察，然后补兵再上去。那样会失去突然性。20分钟后，3排会沿着公路两侧向树丛方向运动。如果敌人不开火，迫击炮和机枪就都不开火。等敌人开火之后，机炮排负责敲掉敌人的机枪。就这么办。马上出发。小心点啊！慢点。来，往这边走。小心点。好，放下吧。身上有伤吗？后面有卫生员。没大事，就破烂点皮。这一宿过去就能结痂了，不会留疤。你们人都在这儿啊？
认识啊？谁？啊，算是吧。老兵，从四川过来的。平西人，警察系的。他其实可以不用来的。他不会这么想。他想回部队，想跟自己的连队死在一起。他应该在真正的战斗中，像个英雄一样牺牲。有区别吗？至少他会快乐些吧。在战场上，你没有权利选择生死，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方式吧。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？都长得跟花骨朵似的。我爹是个铁匠，走乡串户，修修补补，赚的不多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关键是自由。华北事变，他被日本人抓到了矿上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他死了？应该是吧。是生是死，什么时候死的，怎么死的，埋在哪儿，都不知道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生在这样的时代，谁都没有自由，没有生的自由，也没有死的自由。他其实可以选择的。他已经选择了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队长，我怎么办？身上有伤吗？能走吗？那就跟着我走。站！休克！站！敬礼！忠心直达。怎么了？排长有点不对劲儿啊。从出发到现在，快2个点了，一句话没说过，口令也不下。带好队伍，注意隐蔽。是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硬币。你就跟着我，我走你就走，我停你就停，我蹲下你就蹲下。
会有吗？老婆，有，给我把把波杀。是。找好了，伙伴机就能射击。记住了，我朝哪儿射击，你就朝哪儿射击。我要不开枪，你也不许开枪。明白？明白。越怕鬼，越装鬼。前面是个火车站，不小啊。红梅这是日本人修的，有几个大老美，俩塔楼一边一个，一挺机枪。天桥上还有俩，地面上估计还有一个。地儿挺大，我估计屋里边里还有人。走。至少一个班，一天点3连机枪，他们应该刚刚占领这里不久，兵力应该不多。打不打？天快黑了。Hey! Who's there? Go attack! Is that you? Help me! Help me. 明天早上6点半，有列满载的军列从这里通过，所以他们才会守在这儿。是24步兵师的特遣队，这列军列就是给他们送给养。特遣队是个啥编制？一个团还是一个营？他们将近有800人。加强营？他们的长官叫布莱尔，军衔是中校。虽然只有800人，但实际配备了12辆坦克、8辆装甲车、4门自行火炮，还有18辆卡车。文工团白天遇到的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小分队。他们的任务是啥？沿公路快速推进，占领汉江以南所有的主要道路，封锁汉江主要渡口，建立防御工事。这是要包饺子。这并不是美军的惯用战术，应该是针对咱们专门制定的新策略。咱是以营连为单位，向敌后纵深进行穿插迂回。老美喜欢维持战线平整。现在这个特遣队应该是带轮子的运动战，就是这个概念，以装甲化、机械化的小股部队单点突进，在我们的后方进行大纵深的穿插和迂回，
破坏我们的撤离行军序列，在胶东要道建立起坚固的支撑点，破坏我们的作战秩序以及建制完整，迟滞我们的行动速度，为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和歼灭行动提供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咱现在就是人家罐头里的肉。你那还有水吗？这边还有。你们带吃的了吗？我不饿。哦，是这儿是吧？咱们在这儿吧。就是浑身使不上劲儿。亮子，哎，有。给他们弄点吃的。是。你什么意见？你左倾，你冒进！我告诉你，你别给我乱扣帽子！我没给你乱扣帽子。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找一条最安全的撤离路线。这列专列是干什么用的？它是给敌人输送补给用的。我不管它是干什么用的，从这儿到南最少还有130里地。这是特遣队。对，就是这种特遣队，它不止一个。这些特遣队太扎手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们建立起补给线，他们就能建立起阵地。到时候咱走不了不说，只怕一个团、一个师，甚至一个军都会被跟着困在里头。看啥呀？找我说点啥？我支持指导员，我们只是一个连队。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战场上的一根头发，战略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。我们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全连的安全。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撤离。二排长，你也说两句。干。2票对2票，老规矩，党支部会议表决。李排长，李排长、三班长也在呢，连长和指导员叫开会，党支部会议。好。为什么不干？炸翻他们一列火车，就算只能拖半天也划算。退1万步讲，牺牲了那么多人，这个仇不能不报。别说了，举手表决吧。通过了。赵贺，你的思想汇报啊，还得抓紧写。饿不饿？我现在不想说话。1年半以前，在南宁，一排长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啊，和你今天差不多。说起来，我现在倒是挺理解他的。大苗不像我，他喜欢音乐，
他平时自己会写谱子，配合弦。我离开文工团之前，他已经递交了转业申请。他想调到地方乐团工作，那才是适合他的地方。我要是不走的话，他的申请估计会批下来。可我这一走，文工团没了主官，他就赶鸭子上架了。你在自责？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自己做的选择到底对不对，或者说，你觉得对的，未必就是对；你觉得不对的，也未必就真不对。那你为什么离开文工团啊？行，不想说就别说啊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选择有吗？要是有选择的话，大苗就不会来这里，很多人就不用死在这儿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你这么难为自己，什么都改变不了，蠢不蠢啊？蠢，当然蠢。要是不蠢的话，也不至于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觉得三万有点不对劲。正常，谁还没个七情六欲？我有点担心啊。别瞎操心了，人家党龄比咱俩加起来都长。他一向冷静，今天的事情刺激到他了。要是全连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牺牲了，我估摸咱也疯。风归风，事归事，一码归一码罢。人不是木头，那些丫头，风一吹都能渗出水来的。我都恨得牙根痒痒，何况三姑娘呢？那你就跟着她一起疯。我没有疯，我只是有些麻木。痛到极致，就是麻木。我知道你埋怨我没有支持你，其实我知道这么干不好，风险也很大。可我就是想干，我想把他们一个一个脑浆子都干出来。我憋了一肚子的火，不知道该向谁发。我想打人，我想骂人，我想杀人。情绪就是这样，该宣泄的时候就要宣泄，憋得久了，好人也会被憋出毛病。有时候啊，疯一疯，吼一吼，没什么坏处。我只是想疯一疯，不是真的疯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太适合做出决定。我做的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换了以前，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。可现在不同了。从我决定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命和你们的命是拴在一起了。可他们的命都没了。所以你得坚强起来。你要恢复冷静。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你比我更记得回家的路。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到现在为止才开始有一点理解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把这支队伍当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他们都回不去了。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，都是西学学得好的。我爷爷在北京待了2年，对时局彻底失了望，就回了四川。
当时有些人在成都发起了游学预备学堂事务，他也报了名，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出国游学，只是为了看看西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学问。后来呢？乱世求学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咽不下这口气罢了。我爷爷在学堂学了几年，西学没弄明白，倒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厚，被学堂看中，当起了教书先生。直到保路运动爆发，他跟他的同学、同事都上了街，参加了保路同志会，被赵尔丰的兵用枪把把锁骨都打断了，到现在肩膀上还有个坑呢。那算起来，也是老革命了。他对革命2个字是深恶痛绝的。我父亲当年要离家到广东考军校，被他关进祠堂里面抽了20大鞭，之后给我父亲定了门亲事，就是我母亲。当时就在我父亲的婚宴上，当众立了家训，成家之后不得踏出家门半步，除非生个1儿半女，否则不会让他走的。你父亲离开后去了哪里啊？先是上海，报考了无线电学校，后来就有好多警察来家里面找人。我和我娘才知道我父亲他出了事儿。我7岁那年，他突然捎了一封信回来，说是和一个姓李的先生去了东北，他死在了老爷岭。日本人砍掉了他的头。46年，我去过牡丹江，曾经去找过他的坟，可惜无论我怎么找都没能找到。所以高考后我报名参军。我爷爷虽然心里不愿意，嘴上终归没说什么。怎么了？接着说。这什么呀？伞兵？就是伞兵。之前俘虏那个算吗？那个是飞行员，属于空军。美军的伞兵属于陆军序列。确实是陆军，郭汉江之前发的册子上写着呢。美军的伞兵又称空降兵，其实就是用飞机投送的步兵，以连为基本建制。1架C-47运输机可以运输1个排，3架运输1个连，向指定地点投送1个团的作战需要30架飞机。那刚才飞过去的，是送伞兵的飞机吗？应该是。有多少架？从声音上判断，应该是1到3架。能干什么呢？1个排不是，最多1个连，还坐飞机来，想干啥？战略层面的空降作战，投送兵力至少是1个团，但投送的地点应该是我军的后方，交通要道，投送应该是1个排或者是1个连，而且是交战的区域，它只有1个可能：特种作战。特种作战就是以小队的方式对目标进行干扰和攻击，属于战术层面的空降作战，有点像游击战啊。这老美是想学咱们。我想明白了，估计是咱们今天早上伏击了运输补给的军力，敌人觉得这个区域不安全，猜测有咱们的小部队在这边占据活动，就把这个伞兵派来了。小宝，集合1排，搜山。是，全体集合。我觉得黑着天未必能找到人。能不能找到，找了才知道。连也好，排也罢，总不能放着不管让人打过来。就算是真有，那不管是1个连还是1个排，那得多少人啊？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谁知道飘到哪儿？总不能说1个排捆在一起往下跳吧？你懂啥？醒醒，排长，嘘，快点，把大家叫醒。出啥事儿啊？快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，起来！醒醒，起来，起来！
集合！快！集合！起来了！快醒醒！快！起来！集合！哎，班长，又出啥事啊？废什么话！排长命令，2排集合！快！排长，快从村子后面撤出！是。不要走门，走这边。走。快！以战斗小组为单位，迅速撤离村子，注意阵型，不要掉队，不要密集。连长，人齐了。警戒哨报告情况了吗？派人去问了，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。我去看看。散开！不走！快走！速度快，走！快！辽阔的城，起潮战迎风，青春似火，热血歌声，纵横沙场的旋律，那是凯旋的冲锋。排长，我带人进去搜一下。你熟悉地形吗？守卫在，按上班来。是大桶！停止射击！200米达警戒，清点伤亡人数。排长，枪声停了。 8班向2翼放出警戒哨，7班、9班准备射击。机枪和掷弹头设置在那里。是。班长，什么情况？排长，这点报告伤亡，1班4个，3死1伤，2班7个，4死3伤，3班4个，2死2伤。大坤子咋了？没了。赵和刚才就建议立刻撤出村子，转移。转移个屁！大长，听我的，咱们从这儿撤出去。5分钟不到，连个人毛都没看着，就伤亡了16个人。2排、3排部署阵地，1排能动话的跟我走，老子倒要见识见识，这个反兵到底是长了3只眼睛还是6只手？走！到底啥毛病？中了没有？命还真大。啥意思？擦破9块皮，
连轻伤都算不上。这不是你的血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找连长跟天放。你去找二排长，看看二排的情况。我是一排的兵，那你就不是4连的兵吗？行，我服从命令。告诉赵和，不要擅自行动，听候命令。不管发现啥，都留点神，别轻易举动。不许开火！石头，背他回去。是。走。这伙子老美有点邪乎，大家一定要倍加小心。是一班长。谁都不许开枪！是莫辛纳甘，咱们的人。3排交上火了。学长上街，去找人去看看一班长。其他的人跟我进去看看，给我一支波波沙。走。
鞍山，海城。排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我也没事。娘的，这帮鬼子邪了门了。看出啥来了？怎么样？没中枪吧？中了，吓死我了！可惜了，应该还能治。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士，看着人好像不太多呀。也可能是还没完成全建制集结。齐班长，按照原先的命令，封锁树林边缘，任何对不上口令的都可以开枪射击。是。其他的人，跟我进去看看，注意四周，跟紧我。凡是我脚没有踩过的地方，尽量不要去碰。参谋长，我和指导员汇报一下情况。栓子，活着吭一声。他受伤了。隐蔽。口令。鞍山，海城。三排在树林边缘布置了阵地，他们从侧翼进攻，被打了回来，打了4个，伤了1个。他们往哪边撤了？他们有迫击炮，按照正常来说，不应该背着弹药箱到处乱跑，埋藏弹药的地方不应该超过300米。卫生员，处理伤口。好，坚持住。来个人帮忙。姚热莲，哟，清理伤口。好，陆立新，过来。按着他的手，按着他的手。人渣，没大事，你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口子，只要扛过了发烧和感染这一关，不出1个月，我保证你活蹦乱跳的。卫生员，有，快过来！来2个人。袁平，你给我过来。
陪他说说话吧，让他睡得舒服点。失血过多，血压太低了，